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我现在位于我在汐止的家，因为我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呢就说要搬家，于是我妈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要我自己筛选我要留什么跟不要留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一些小时候的东西吧，那我要回到台北的家里，然后自己全部看一次，整理完之后就好了。结果我发现东西超多，稍微扫一下看。我刚刚本来是想说我要把每一个阶段的东西都整理好，然后再一个一个介绍。结果我后来发现真的太多了，而且每一个东西打开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我会觉得应该要把这个瞬间记录下来。那个剪接师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过我觉得这样是最值得纪念的部分。那总之我们先从这一堆衣服开始好了。为什么我要跟这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一起开场呢？因为这些是我高中的制服。是和平高中的，我们学校的衣服呢，一直都是像颗茄子一样，这是叶子的部分，然后这是肉的部分，然后这个是运动服，长袖的运动服，这个是运动服外套。我记得我有一件小一点的外套跟一件大一点的外套。好，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班服吗？这是什么啊？这是大学时候的事了。排球的队服，其实留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大家就会觉得很念旧，这些东西应该都要留起来。但是断舍离就是这么一回事，留着它虽然感觉很有纪念价值，但是留着就是放着，价值也不会变高，久了还会坏掉、臭掉、发霉。于是我们就是要断舍离，然后用影片或者影像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把它记录起来。又是一件运动服，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运动服呢？然后再来是制服，我一直觉得和平高中的制服很好看，然后裙子都一定要去西门去定做，这种不用自己烫的百褶裙，过了如此多年，它还是这么的百褶。原本学校就要一折一折自己烫，很麻烦。然后这是我们的上衣，这是长袖的部分，因为我们学校的制服真的很好看，应该就是有上什么排行榜之类的。然后这是运动裤，跟上衣连在一起呢，就是一个完整的茄子。短袖的制服上衣，我以前的 size 应该超编号一下。我裤子也买了两件，一件是比较紧的，一件是比较垮的。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是很垮的裤子，但是刚入学的时候菜逼吧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就只会挑适合自己 size 的，所以后来就稍微成长了一点，就买了一件比较垮一点的。为什么我这么多短袖啊？这件不知道为了什么买的，这也没有秀学号了，叛逆吗？这件可以卖给现在学弟妹吧？有没有学弟妹要买？没有秀学号。OK。制服的部分应该都结束了，因为我看好像其他都是一些别的。然后再来是我们从这一区开始好了，这些都是一些板板，高中是热音社的，所以就是会参加很多校外活动，然后大家就会用一些应援的板板。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蛮低级的，就是会把鱼竿写成鱼干这样子。然后还放个秃，然后感觉很帅，然后大家就会在后面接一些祝福的话，这好像是惩罚的时候的，这也是然后我以前的照片，而且真的是很 Q QQ 的小朋友，我真的很感激，就是那个时候愿意写板板给自己的人，我就觉得哇，要花这个时间这样写这个板板，然后这是一些我们的一起的历史之类的，很可爱板板的内容我们就不要看得太仔细，因为这算是比较隐私的部分啦，然后这是大家的一些签名，我记得好像不止这些，但是好像有一些板板，我妈看到它就是发霉了就丢了。好，桌上的是我刚刚有稍微先整理出来的，那我们一样是从这边开始好了。应该是有点累了。再来就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留彩球，这应该是那种啦啦队比赛，高中不是都有啦啦队比赛吗？应该是那时候留的吧，不然我想不到这个跟我高中的关联是什么。然后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把它留下来，但其实它就是一个垃圾。然后再来就是这边这一盒好像是我学生时期的卡片，不是变成 YouTuber 以后的卡片，其实蛮多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比较多，就是在 FB 上，然后听说别人生日的时候给人家生日祝福，但是那时候大家都会很认真的写卡片给鱼竿这样。这种手写的祝福就是跟留言不一样，虽然就是收到留言祝福你一样会觉得感激，但是我就是觉得手写真的是纪念不一样啊，真的是超多的，整盒满满一盒都是。这个要丢吗？这个我们先留着，但是这些东西基本上应该是不会留的，我放你桌上。然后再来呢，因为我高中是热音社，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音乐上的消费。然后这张专辑我真的是完全忘记它是怎么来的，连它是什么乐团都忘记了。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还有他们的签名这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 FIR 的专辑，我非常喜欢 FIR。那时候，现在 FIR 也不错，但是毕竟那个时候是非常辉煌的一段时间，这是飞行部落的专辑。我那时候是要花钱买专辑这件事情，真的是就是要思考很久。然后这张好像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家里蹦出来，这不是我买的，大概就是
列在我的专辑柜里面。然后这个是 Simple Plan， 我也很喜欢 Simple Plan， 这是范特西的专辑，一张是 EP， 然后一张是 MV 的 VCD， 不得了。好年轻的周杰伦哦。然后那时候最爱的乐团就是 McFly， 那个时候还是透过代购买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在台湾发行专辑，他们现在还有在发音乐，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几个大叔了。但那时候就觉得哇，我超帅，我超喜欢他们这样子。那是一些班联会的作品，那时候大家就拿一些印刷品来玩啊，恶搞一些老师，放一些老师的照片，然后班级的照片，然后把它做成扑克牌，感觉有点纪念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呢，解析度也不是挺高，那就不要留了。再来是和平护照，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高中的时候还有这样一本像字典一样的校规之类的东西，然后会告诉你说骑机车跟脚踏车的规定，然后还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如果你要有车位的话要干什么，然后前面有一些学务处、总务处的规则，一堆东西要看。请问哪一个新生真的会把这一本东西看完？你真的是太优秀了。为什么会有机车？因为很多高中生到18岁就会去考机车驾照。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开始骑机车了，然后感觉自己穿着校服骑机车，哇，大壮逼的感觉。不过现在我是不会这样想了，就这样。这封面是我自己画的，然后是一本自制的笔记本，好像是美术课之类的作业。然后那个时候想要做笔记本，这是我那时候的班级，3年4班，然后好像就是写大家的名字。就会有大家的签名。然后我高中有跟一个朋友玩交换日记，哇，里面真的是流水账到不行。随便念一个好了。1月1号星期六，不知道是几年的啊。今年元旦真的好冷哦，好险我去高雄没有像台北那么冷，但一样会花抖而且花抖。我下星期就要游泳比赛 and 表演了，祝我顺利吧，说不定会跟马英九握手。很快就要拿到成绩了，好紧张啊！对不起，放学都没有跟你走，但你也知道原因吧？对不起哦，不要背叛我。哦，你看我有一页超偷懒的，我在那边写，因为很晚了，我要睡了，下次再写多一点。好像那时候有说什么每天都要写可爱啊，可爱的我，好不好？然后这本好像是比较偏向在教会的。然后你知道我以前真的无聊到连这种东西都要画画，就是物理的时候，然后一些 V 等于 IR 还要写在这里。我为什么要写这个？我为什么要把电压等于电流乘以电阻写起来？我为什么要把并联串联写起来呢？物理很好嘛，请问？然后这是一个校刊，其实我也忘记我留这本的原因是什么，好像因为我画里面的一张图，但是我后来也翻不到了，完全忘记，还是说有介绍我们社团之类的、是我2年级的东西。然后桌上这边就要进行到我们国中的部分了，来，这边是我的贴纸簿，哈。拍贴机有没有各位？哇，我自己以前是齁亚郎是不是？我为什么可以一直拍贴？哇，我是有钱人吧？我还独照，我要自己去拍。我为什么要自己去拍？我没朋友吗？是什么遮住脸啊？有没有？那个时候的黄金动作都被我比完了啊！后面没钱了，贴不满1本，这要留吗？不留好了。毕业纪念册，各位朋友，7、8年级的各位都要有一本这个吧，拿给你们班上的所有人写。哇，我怎么会有大家的大头贴？这写什么早生贵子，超级无聊。然后这是那时候的一些资讯的嘛，这边还有一些人，我现在还有加 FB。好来，是真的会这样写，步高升哦，有没有？步高升，友情可贵 ，Good friend 多多 ，Boyfriend 更多，看人的祝福不起作用。再来是我小的，我们这一班这是什么东西？4年级的我如此可爱，多可爱鱼竿啊！我们来翻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啊？我们班的一个合照，一些老师，我们班的一些生活照。我对我前面那个人做了什么？哦，这是我写的。这里是个大家庭，一个快乐的家。我们是一群小羊儿，有老师来牧养我们的。然后我在写什么东西？然后一样会班上的一些人的签名。我们这一班再见。这也是国小的时候的，这是台北公私立国民小学87学年度第1学期的模范生。有观众家里也是拿这个吗？因为我记得我的下一届的模范生的就是透明的了，一样长这个样子，但是它是透明的，然后这边有灯可以开，好想要那个哦。但是长大之后觉得好像拿这个比较好，感觉比较质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这就这样可惜吧？我觉得我妈可能会想要留它，先放着。再来，这个就厉害了，好不好？宝贝日记看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朋友会自己完成的东西，这是幼稚园啊，各位，我幼稚园的时候啊，体重那个时候才18.3公斤啊，各位，身高102公分，只有1公尺多的小朋友啊，来评量表。
特优啊，特优！我无法适当的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能将东西归回原位，只有优而已。认识一年四季的特性也只有优。他说偶尔会有点粗心，若动作能稍微慢一些、仔细点，我想一切都能更好、更完美。那这个时候我才幼稚园呢，想怎样？不要对我有这么多的要求，好不好？你看我在中班的时候就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小朋友，许多的奖状啊，毕业证书，这个。什么的底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张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妈年轻的时候真的很美，奇怪，怎么生出我这样的一个歪掉了？好，然后一样是一个评量表，唯二做的不好的是遵守上课的秩序，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小就是一个固执的孩子。这就是一个毕业纪念册了。我在这儿小时候觉得可以画口红就很屌了，好像是我请我妈帮我涂的。这样了不起了吧？我那个时候幼稚园毕业还这样子，哇哦，这很厉害！小时候真的是挺可爱的。我以前很喜欢穿的像公主，大家都穿的很日常啊，我就硬是要穿一个蓬蓬裙、纱裙。现在感觉我妈应该会哭着叫我留下吧，因为就是最清纯、最可爱的鱼竿就在那时候了。现在的人长坏掉，不爱回家，爱顶嘴。然后这张照片在我们家其实放超久的，积了超多灰尘，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极度可爱，我自己都觉得它超可爱的。希望我以后生的小朋友也可以长得这么可爱，跟我一样可爱就好。这一定要留着，这张照片陪了我很久，我搬到哪里它就会放在我哪里的床头。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张恶灵古堡的海报，有人想要这张海报吗？我感觉它绝版了，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不会留它。刚刚整理好的部分结束了，没有整理好的部分在这里。然后刚刚看到一个东西，我非常有兴趣。这个东西没意外呢，就是我们高中的毕业纪念册，和平青年也是一个校刊的部分。这是什么啊？怎么会有这些很酷的东西？和平，哇，弄得跟精品包一样，这真的很重。把它打开。一样是大家的签名，学校会给你2页到3页，然后班上的人自己做，看你要怎么拼贴都可以。这好像就是我们班我在哪里？我在这。我在干嘛？我们有很多很荒唐的照片，这些人会不会就痛恨我现在这样子？没有放我的独照吗？但我这边的照片很多奇怪，是我但现在好像没有差很多。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有转过1次班，那我是不是要去另外一班看一下是不是在那啊？我后来转到4班了，所以我应该是在这。如果我连这边都没有，就会很尴尬哦。我这啦，吓死了！就是要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想要专心的拼学测，所以我就从2类转到1类，然后想说认真的读全科，用史地超烂，所以我后来就转到4班了。毕业纪念册要不要留？好像要留，它都精装成这样了，但里面的这个就可以不要了。来看看这一箱子，也是一些拍贴什么的，热映射名片，酷不酷？帅不帅？这个是我设计的，因为我就是美宣，我不管到哪里都是做美宣。牙齿，我的牙齿，为什么会有这4颗牙齿呢？因为我要矫正。我矫正的时候呢，拔了上面2颗跟下面2颗，镜子跟梳子。以前很喜欢买这种更不会用的东西。哪里的沙子？这应该是去不知道哪里做的一个客制化的纪念品哦。我大学的毕业大头照，正不正？各位，好像大学毕业然后用来求职用的那个大头贴。这一袋好像几乎都是垃圾，这好像是那个小蛇的脊椎，一个手环呢，现在是可以高价卖掉。是我的初恋炎亚纶。那时候飞轮海超红的啦，然后这个是买杂志送的，只有绿色饼的，是炎亚纶。我一开始买错了，而且那还是我省吃俭用才有办法买1本，有没有帅？但是这一定是会丢掉的。这个是我的学测准考证，我为什么会留着？为什么我会留2包卫生纸在这个地方？哇，我是做了多少名片啊？以前很喜欢写无印良品的本本，就是我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页。有没有全套？我跟你讲，这价值连城了啦！现在这本笔记本为什么要特别讲呢？因为这本笔记本确定了我们红石口袋的人设。